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叶虫的带领下，来到了丹塔分塔的测试点，进行炼药师等级认证。测试的人太多，叶虫让萧炎等他去找一下关系。等待的时候，萧炎遇到了5大家族中最为低调的丹家的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看起来17、8岁，全身都透露着诡异。萧炎一接触她，就觉得自己体内的灵魂有种快被吸出来的迹象。小女孩很诧异，萧炎碰到她居然安然无事，火速道歉后就跑了。叶虫带萧炎前往测验室的时候，有些迟疑地问萧炎要不明天再来。此时的测验室中还有白家和邱家的人，这2大家族以前都被压在叶家下面，现在他们小人得志，他不想让萧炎被为难。不过这种场面放在以前的萧炎身上就是家常便饭。叶虫带着萧炎一进门就被白家的老妇人讥讽，尤其是在听到萧炎准备测试7品终极后，更是冷笑着质疑叶家。确定萧炎测试的是这间测验室最高的等级7品终极后，丹塔的韩执事让他稍等一下，他先带其他人去测试。他们一离开，白家的老妇人便不断开口嘲讽叶虫和萧炎。在萧炎说他聒噪白家的人没教养后，老妇人气得直接伸出锋利的指甲划向萧炎的喉咙。不过他的攻击被突然出现的韩执事挡了下来，否则萧炎会让他再也无法开口。邱家和白家的人测试完并未离开，而是留在房间里想要看萧炎的笑话。等见到萧炎从测验室中出来，并没有佩戴等级徽章后，老妇人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，说废物就是废物，再怎么蹦跶也不过是小丑，叶家完了。话音未落，韩执事说萧炎顺利的通过了7品终极的测验，之所以没给等级徽章，是因为他觉得萧炎可以拿到更好的等级，等下他会带萧炎去丹塔的总部再测试一番。他的话无疑就像是一个大耳刮子，疯狂打在老妇人的脸上。萧炎忽略在场被惊呆的众人，拒绝了前往丹塔总部，直接领了一枚7品终极的炼药师徽章。白家的老妇人脸色阴晴不定，忍不住出声质疑萧炎等级的真实性。但在见到韩执事沉下的脸色后，老妇人还是灰溜溜的准备带人离开。萧炎轻声叫住他，身形一闪，与老妇人双拳对碰，将他打得口吐鲜血，重重的砸在墙壁之上。萧炎目光淡漠的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说废物2字。”萧炎这一手将白家和旁观的邱家都给镇住了。不过出了这次的事，考核时白家很有可能会派出真正的佼佼者，再加上上次曹家的事，以及总是稳居考核第1偶尔第2的丹家，这次的考核势必会很艰难。测试完后2天就是丹城的炼药师交易会，7品以上的炼药师可以带同伴进入其中。萧炎将小医仙几人都带上了。他在交易会的2楼看到了血晶腰果、血晶腰果、万年青灵藤和血骨参是炼制生骨龙血丹的3种主材料。萧炎一直惦记着日后救出药老要为他炼制一具完美的躯体，而只有生骨龙血丹才能让躯体最完美。血晶腰果已经有了，萧炎又在3楼的一个摊位上找到了血骨参，同时他还看到了一枚布满绿色铜锈的淡黄色铜片。天火尊者传音让萧炎将这个铜片弄到手，铜片上的图文他曾经见过，是远古才会出现的东西。听到和远古有关，萧炎眼中不着痕迹的涌上一抹火热。他用一枚可以提升炼丹成功率的7品终极素心丹以及丹方，换取了2枚血骨参和铜片。交易成功，但当萧炎去拿铜片时，一把紫色铁扇点在了铜片上，问萧炎能否割爱。铁扇的主人是一名身着白衣的青年陈贤，他的身后有3名跟随的老者，其中有一位是斗尊强者。这些人是玄冥宗的人，玄冥宗的名头丝毫不逊于冰河谷，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天冥宗。虽然知道玄冥宗不是好惹的，萧炎依旧拒绝了他。玄冥宗的人想要强抢，但萧炎这边有小医仙和天火尊者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。离开前，萧炎低声警告陈贤不要来招惹他，否则他不会活着离开丹域。回到叶家别院后，萧炎和小医仙以及天火尊者紧闭房门，3人围坐在桌旁，盯着那枚淡黄色的铜片。萧炎和小医仙虽然实力不错，但他们的阅历却远不如天火尊者。在萧炎的催促下，天火尊者小心翼翼地将铜片上的绿色铁锈剥落，铁锈凝聚成一个拇指大小的绿色铜球。
他让萧炎用异火煅烧铜球，看看这到底是些什么。随着铜球被萧炎烧掉，5粒淡黄色的粉尘出现在3人面前。这个粉尘并不在萧炎的认知之中，他一脸茫然地看向天火尊者。天火尊者沉吟半晌，说：“如果他猜得不错，这是远古才有的运灵粉尘。运灵粉尘是炼制8品及以上丹药的必须之物，若是将它融入灵魂的话，可以孕育灵魂，逐渐增强灵魂中的灵气。”一听和灵魂有关，萧炎眼中涌上一抹喜色。在小医仙和天火尊者离开后，萧炎将1粒运灵粉尘吸入灵魂中。运灵粉尘一进入，萧炎就发现灵魂中蕴含的灵气正缓慢增长。可惜1粒粉尘只能维持3个小时。不过萧炎从这粒粉尘中得到了一个极其模糊的口诀，凭借那个口诀，萧炎能够感应到天地灵气的存在。可惜的是，他并没有吸纳灵气的法门，只能利用最原始的方法将天地能量吸入体内，再一点点提取出灵气。就这么修炼到另一天早上，萧炎不仅不觉得累，反而神清气爽。而这一天也是萧炎参加5大家族考核的日子。5大家族的考核属于半公开的性质，而因为这次的考核关系到叶家是否会被踢出5大家族，所以考核大殿前早已被一些虎视眈眈的势力挤满。叶虫带着萧炎等人一出现，就吸引了众多目光。他面无表情地带着萧炎等人走向叶家的席位。这次考核，丹、曹、白、丘4大家族都派出了族内顶尖的强者。丹家派出的人选名叫丹轩，他的身后就是当初萧炎在测验室外遇到的那个诡异的小女孩。白家则派出了这一辈最出色的白鹰，他们2人都是7品中级炼药师的层次。邱家派出的是一名7品低级的炼药师，而曹家为首的就是曹家妖女曹颖。曹颖的天赋以及他丹塔3巨头之一的亲传弟子，未来丹塔巨头候选者之一的身份，让他在曹家的话语权就连族长都十分重视。他和曹丹以及曹修3人被称为曹家未来的顶梁柱。这次出手的就是7品中级炼药师的曹修。5大家族的人一到齐，丹塔8大长老之一的圣长老就现身主持测试。考核分为3项，第一项是测试灵魂数值，只要数值达到400以上就算及格。这些年中最高的记录就是当年曹颖的976，至今无人打破。在丹曹白丘4大家族的人都测过后，圣长老提醒萧炎，想要让叶家通过考核，就必须进入前3。而现在排在第3的是数值785的白鹰，萧炎只有超过他，叶家才有一线生机。当灵魂风暴散去，1395这4个血红的数字让全场震惊。这个数字比当年曹颖创下的记录都要高出300多。叶虫激动的手掌都有些颤抖，他知道叶家有救了。圣长老看到这个数值，再次投向萧炎的目光也变得十分火热。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萧炎做事喜欢留一手，这个数值还是他暗中压抑后展现出来的。第2项考核则是灵魂操控。当考核开始，天花板上会掉落众多测魂珠，以他们用灵魂力量接下的测魂珠多少来排名次。测魂珠用手来拿很轻巧，但对灵魂却重如千斤。当年曹颖一次性接下89颗的记录，至今也未曾被破。萧炎在这一项考核中再次展现出了他逆天的实力。在其他人都达到极限退出后，轻轻松松的接下了93颗的萧炎也停了下来。萧炎2项考核都是第1，叶家5大家族的地位也终于保住了。最后一项考核则是让萧炎5人进入一个足有10丈宽大的红圈，彼此使用灵魂力量交手，谁能最后留在圈中便是胜利者。就在考核开始的时候，曹颖提出曹家想要中途换人。按照规矩，上一届冠军所属的家族有1次换人的资格。曹颖表示自己只是手痒，绝不会胡来。他还让圣长老当做曹家已经弃权，最后的结果将曹家剔除就行。这一项考核说起来是5个人之间的比赛，但在场的人都知道主角是曹颖和萧炎。丹轩和邱家的人很快就主动退出红圈。白鹰见萧炎全部心神都在对抗曹颖上，不甘心的想要偷袭他，却自讨苦吃，被萧炎随手一击打成重伤。这一场比试中，白家所谓的天才连配角都当不上。曹颖知道萧炎在先前的考核中没有尽全力，现在只剩下他们2人，只要萧炎能接下他3记灵魂掌印，他便退出。若是萧炎此刻退出的话，也能保证第2的名次。他伸出手问萧炎是接还是主动离开。曹颖已经把话说到了这种地步，萧炎自然不可能退出。得到萧炎肯定的回答后，曹颖缓缓结出一个奇异的手印，
随着手印的成型，萧炎发现一股磅礴的灵魂力量在他的掌心成型。曹颖告诉萧炎，远古的炼药师能够将灵魂力量的威力发挥到最大，甚至足以和一些强者的斗技相媲美。这种手段被称之为魂技。现在他施展的就是一种威力不弱的魂技。听到魂技二字，萧炎眼神炽热地看向曹颖手中的奇异手印。对于曹颖的这一掌，萧炎凝聚出一个灵魂巨拳对抗。虽然这一次交手萧炎落于下风，但他却没有半点颓废，反而目光炽热地盯着曹颖，让他再来。第二掌，萧炎死死地盯着曹颖结印的动作。在接下他的第二掌之后，萧炎已经可以缓慢又生涩地结出与曹颖一样的手印来与之对抗。见到萧炎现场透视并且成功的这一幕，曹颖的脸上首次出现震惊之色。这一掌虽然萧炎仍然处于下风，但他却并未被击出场。曹颖轻吸了一口气，站起身说：“3掌已过，你赢了。”萧炎3项考核均是第一，这在叶家最辉煌的时候都是不曾有的。叶崇和新兰两人的脸上满是激动之色。曹颖知道萧炎一直都有所保留，他很希望在单会上遇见萧炎，一决高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